二个呢，就是不要沾染不洁的物。这不要沾染不洁的物，并不是说啊，你要等到第七灾，天使举起一块石头扔到海里面了，那个时候才来离开巴比伦系统。不是那时候才离开，而是在生活里面，随时要保持自己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在耶利米书51章7节有说到，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启示录18章23节说，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好，这两个经文呢，表示世上万国都被巴比伦的邪术迷惑了，或者说巴比伦的系统是以邪术迷惑列国，所以神呼吁说，要从巴比伦出来的行动，就是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也就是说，不要涉入污秽邪淫的宗教仪式。因为从起初宁录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地上的巫术之门。虽然巴别塔的建造被中断了，但是这个巫术、邪术、污秽的灵已经借着各式各样的仪式进入到全地了。所以启示录会说，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那同样，这个邪术也会进入神的子民当中，去迷惑属神的百姓，甚至于是在神圣的讲台上服侍神的敬拜者或者牧师传道。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圣职人员，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不论他是牧师是传道，不论他是祷告殿里面昼夜祷告的同工，或者他是带领敬拜的，或者他是小组长，我们不可以用他的身份来以为服侍神的人或者走进教会的人都是跟邪术邪灵没有连结的人，都是渴慕敬拜耶和华神的人，都是耶稣的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上帝说到，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务要自洁。那这是代表说，上帝在呼唤谁？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这些是谁？他们是祭司。神说，你们要圣洁，你们不要去沾染那些不圣洁的东西。那神借着先知有责备犹大人说，他们杀了儿女献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那他们指的是谁？他们是服侍神的祭司。这些祭司，他们随从迦南的恶习，把他们的儿女杀了献祭给摩洛。但是呢，他们同一天又堂而皇之的进到圣所去服侍神，以至于亵渎了神的圣洁。那不仅如此呢，这些祭司呢，他们还特地的请人到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请了他们的巫术祭司过来指导他们有关神秘通灵的事情。那这些祭司为了要迎接这些巫师，以西结书23章40到40节说，神说这些祭司们呢，他们还特意的为迎接偶像去沐浴己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案，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上。也就是说，这些圣殿服侍神的祭司们，他们为了迎接偶像，然后他们就沐浴更衣，还佩戴了要祭拜偶像的装扮，然后还在特别制造的床上用淫乱来祭祀巴比伦的神。那与此同时呢，他们用淫乱祭祀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还拿了专供圣所烧的香，他们把这个香呢放在供桌上面献给偶像。而这个香是神特别吩咐摩西去警告这些祭司和百姓说，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的，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那神都不让人为了
自己做香，为了要闻这个香味，都要把他给杀了，用石头打死了。那更何况说，这些祭司们把这些香拿出来，在这个巴比伦的神的面前淫乱，然后配合这个香的气味献给巴比伦的神。你想想看，上帝会有多么的愤怒。所以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又同时祭鬼神、玩巫术，这个是早就有的例子。那这样子的人，必定在神审判的时候，会受到更加严厉的审判。所以神呼唤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所以今天我们是服侍神的人，我们对于巫术邪灵，我们仍然心里面要有一把尺，不要认为说我是信耶稣的，所有的巫术邪灵不会靠近我。其实当你离开神的时候，巫术邪灵它就会靠近你了。当你离开了神的保护罩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攻击了。还有我们自己，我们看的书，神说不要去访问。神跟进迦南之前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去拜他们的偶像，也不要访问他们的神。所以你连问你都不要问，因为问了以后，撒旦就在你的心思里面，他就开始有活动的空间了，他的细胞在你的里面就活过来了。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宗教巴比伦，它是从创世以来，从亚当夏娃手中失掉了这一个在地上的权柄之后，撒旦就已经开始了他要统治这个世界的一个集中的目的，而且他要永永远远的统治。所以他就是开始布局，要人来跟从他的逻辑思维来祭祀敬拜他。所以我们一直其实都是在征战当中，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即便今天我们是在教会，我们的里面我们都要经常查验，不要让我们误入了一些迷惑，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所说的，然后却又以为那是在敬拜神。那神有宣告说，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那比勒就是巴比伦的主神。那神说要使他吐出所吞的，也就是过去神容让巴比伦的偶像所拥有的势力荣耀不再拥有了，不再有能力了，不再有吸引力了，不再能够迷惑人了。那耶利米书51章44节有说，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了，也就是神要将比勒过去所掳获的财富、人心、祭物、尊崇，凡他所吞吃的都要吐出来，并且要毁灭他的势力。就像启示录17章16节所说的，你所看见的那10角羽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耶利米书51章45节，神警告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什么叫做个人拯救自己呢？就是神的子民，你们不要再跟关照、法术、交鬼、巫术、占卜、托梦、符咒、过阴、邪术、金火、碟仙、通灵、招魂、戳小人、算命有任何的连结。你碰到这些你就离开，叫做从其中出去。碰到了你离开，不要参与，因为你一旦参与了，你就没有办法躲避神最后的烈怒。当然一刚开始的时候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慢慢的，当撒旦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立足之地以后，借着这一个强盗的滩头堡，他会开始开疆辟地的在我们人心里面建筑他自己的坚固营垒。